风险总在无人问津处。现如今，如果还在说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基本上就算是胡说八道了。不仅如此，美国人自己也反省了一下，然后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仰需要纠偏。作为拜登的顶级智囊沙利文，此前内部发言被公开，具体说了几点，十分罕见地对美国一向推崇与坚持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与否定。美国的工业基础被掏空，美国的制造业空洞化，在市场效率的名义下，战略物资的整个供应链，连同产业和就业机会，全都转移到了海外。地缘政治与安全面对了新形势或新困境。过去几十年在自由化、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经济依赖性，让欧美正在受制于人。这些依赖性成为他国推进经济或地缘政治目标的杠杆或工具。气候危机和清洁能源转型，在市场化及全球化的大形势大环境下推动吃力、不平等日趋普遍及严重，从而对美国的民主及政治发展构成了新挑战。今天很多国内学者和知识分子还在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国内大量野鸡澳派人士也在大谈的自由市场理念，被号称自由市场经济灯塔的美国精英们直接否定了。如果仔细考察沙利文的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甚至完全没法反驳。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后续长周期内不会再奉行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自由经济政策了。国内不少人还幻想着向美国人妥协一下，回到过去的中美关系，已经被美国人自己关上门了。因为美国人也要搞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也要搞国内大循环，也要大规模的国产替代。那么，就算中国把两条腿直接跪废了，有用吗？本质上，美国已经不是简单的否定中国，而是否定过去几十年爽歪歪的日子，否定以前赚钱的方式，且拔高到了国运的高度。所以，今天我们遇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全球经济周期尾部的风险，不仅仅是疫情的长期疤痕效应，不仅仅是人口危机，不仅仅是核弹风险，不仅仅是大国博弈，更是美国想要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运行模式。要推翻过去几十年的生活方式和赚钱方式，一切全部重新定义，甚至不惜代价，这才是美国精英们的顶层设计。一个世界帝国想要重塑全球规则和运行制度，这是二战结束后第一次。也因此，平时我们说大国博弈是客气话而已。真正的时代底层逻辑还不是什么大国博弈，而是帝国秩序的再造。任何想要阻止这个方向的力量，美国人都会毫不留情地去摧毁。当然，现在使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搞价值观贸易来替代过去的全球化贸易，即跟谁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此外，我们也看到沙利文的思路里面有着大量吸纳中国产业政策的成分。事实上，他们对此是认同的，也是公开畅谈的。如果说苏联模式让美国人意识到社会基础福利保障很重要，那么中国现有模式让他们意识到有形之手干预产业政策很有效。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这算不算是西方几百年工业革命史的历程中又一次制度变革。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不会再轻易给任何其他国家一次类似于过去20年给中国的机会。所以，莫迪跳着欢快的舞步，牛气哄哄地跑去美国各种害，是智慧不足。印度的将来，因为中美博弈的事情，也已经被先天定格了发展的天花板。从侧面来说，我们国内不少人对举国体制发展产业升级不满意，很多企业家不爽各种有形之手干预生意，主要找的理论依据是过去几十年美国宣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很不幸的是，祖师爷自己也不想玩自由市场经济了，甚至还要倒过来学习中国好榜样。历史的反讽真的是一点不给人类面子啊！遥想当年美国说我们是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接下去美国也要往这个方向去走了。我希望大家不要简单用好坏去评价这个大势，而是要首先看懂时代大浪。当主要经济体将来都是产业政策主导，大家都是玩举国体制，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只要新的技术革命还没有到来，60年一波，
那么现有的前沿产业都会被各主要大国补贴成白菜价，都会变成产能过剩。也就是说，最终的结果是存量博弈中，大家都吃着残羹剩饭，苦熬日子。由于大量的补贴是严重依赖举债融资的，各国财政开支会长期失控，进而传导压力给到物价上面。在没有很高收入效应的背景下，越来越高的成本效应、通胀会加速全球大滞胀的风暴。起初，中国发现竞争不过跨国企业，所以无奈选择举国体制。现在，跨国企业发现很多领域竞争不过我们，所以他们也选择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最终，各国都变成了有形之手主导产业发展，有形之手成为国内需求的主要来源。这在经济学意义上称之为挤出效应，即未来各国民企都很难像样点的生意都是特权企业去玩，各自信贷资源、土地资源、人才资源、特许牌照等等都是特权企业去享用。当全球各地都进入这个状态，甚至美国也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滑行，那么有形之手塑造出来的各国顶级财阀托拉斯将会是全球经济下一世代的主要标志。唯一的区别是，有实力的发达国家在民营经济不行的情况下，多举债发福利给居民兜底；没有实力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大家熬一熬了。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沙利文的思路中根本没有提到对美国精英阶层的质疑，反而是把将来美国在工业化的发财机会留给了顶级财团。所以沙利文看上去雄才伟略，只不过是反弱国不反权贵的把戏而已。所谓的美国制造业空心化，这么多年的丰厚利润是谁赚取的？这么多年利用股票回购割韭菜的钱又去了哪里？很明显，这货也是避重就轻啊。实质上，就是原本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没法给大佬们继续捞钱的机会了。那大佬掀桌子要求重新定规则，以便可以继续享受世袭罔替罢了。我们再退一步，在其他国家都已经非常成熟的产业被强行拉回美国，从经济学上而言，这是民众利益的损失，而不是给你把汤匙去挖大坝的保就业。就是明明花钱就可以获得更有性价比的优质产品，非要自己劳师动众的去做。要知道，原本自己劳师动众的资源是可以砸在全新的创新领域来获得更多劳动生产率进步的。所以，这就是严重的资源错配，是走向经济衰退的根源。这是在消灭财富，而不是在创造财富。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美国未来需要救助的民众会越来越多，美国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也难怪沙利文被大佬们称之为金童，尽管人家也40来岁了。看上去是大锅沙盘各种厮杀，到头来还是全方位割韭菜的杀猪盘罢了。一个引领全球的创新国家，本不应该去跟人家抢饭碗，而是应该去创造新的饭碗，这才是保持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这是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责任、义务和使命，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如此堕落，拒绝这么去做。那么，全球化体系、美元信用、市场经济制度、产权保障体系等也就必然陨落了。能力越大，则责任越大；拒绝承担，则死伤无数。从这个角度而言，未来全球会有更多国家陷入紊乱，而始作俑者是美国拒绝去创新，拒绝保障私有产权，美国只想要到处打劫赚快钱。